我要到哥斯达黎加的丛林里生活25天，我要寻找那些你们只在电视上见过的生物。还有个我靠！我要进入到最原始、最神秘的热带雨林中。现在，跟着我进入丛林吧。哥斯达黎加是我在2014年和2016年都来探险过的地方。那2次我都来到过这一片山区。和别的探险者不一样，这里并不是旅游景点，所以人烟稀少，几乎是与世隔绝。当年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山里面住了7天，现在我们要回来住了，得住它20天。在2016年的探险过程中，我遇到了一户淳朴的山民奥斯卡一家。9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我。奥斯卡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9年前的点点滴滴。这跨度9年的重逢也太美好了。Hola, welcome to Costa Rica. Costa Rica. 因为头一天晚上，其实我是赶了1夜的路，所以这时候已经很疲倦了。下午我就直接在奥斯卡家睡着了。到了晚上之后我也差不多清醒了。 We are ready to the jungle. Yes, for the masses. Yes. 11年前和9年前，我都是因为寻找一种特别神奇的螳螂而踏入这里。现在，让我重新进入这片神秘的雨林，再次寻找它吧。我们第一天晚上要去的是奥斯卡家对面的大山里。吃好晚饭，我们便出发了。我们刚看到一只夜莺，夜莺它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它就蹲在那个路上，你远远的看上去还可以用头灯照到它反光它等你人走近了，它就飞起来，然后在下面。奥斯卡说这个东西叫 Guiel， 因为它的这个叫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根据它这个叫声给它取的名字。给大家看个好东西据说一只能够把我们杀光的草莓箭毒我要死了这个只要你手上没伤口，问题就不大。走开。这个叫华俄腹瞻边蛛这是一种长得很像蜘蛛的蛛形纲节肢动物。它看上去比较吓人，实际上没有毒，而且也不是很凶，人畜无害。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切叶蚁这个切叶蚁它们畜牧的这个切叶蚁它们这个畜牧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它就是把这个叶子它搬回去，但它并不吃这个叶子，它是把这个叶子搬回去之后，放到他们呢有一个专门的培养菌类的蚁室里面，然后在蚁室里面这个叶子发酵之后，那个菌丝靠着叶子发酵成长，然后切蚁呢它就吃这些菌丝，所以说切蚁它把这个叶子回去当做培养基。哇，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种智慧你看有些大的就是那种丁蚁保护它们的甚至还有特别小，这特别小的呢，它是这个相当于质检员，在这个叶子上面它如果有些不要的叶子就会向搬叶子的这个工蚁发出这个信息素然后这个工蚁它就不搬了冲着我过来，它想来咬我。哇，你看这白色的东西它飞起来也太吓人了。这个呢应该是一只蜡蝉，它这个蜡蝉的翅膀后面就会带着这些绒毛，后翅还有腹部都会带着这些绒毛一样的东西。这个象鼻虫，它的这个鼻子实际上是它的嘴，也就是它的口气，嘴巴边上还都是绒毛，像一把刷子一样。这应该是隐骸象甲亚科的成员。如果你在丛林中看到一片行走的树叶，那么千万不要惊讶，这可能是一只彩翅中亚科的中丝兄弟，它的拉丁文叫 Mematica incisa。它们最大的特点是翅膀伪装的非常逼真甚至把叶脉都完全展示了出来。这有点吃。它的应该是公，就是小那是公的，大的是母。这个当地它有一种这个中丝在南美非常常见，叫 Aurophus， 就这种。这个中丝大部分情况下是绿色和这个棕色的，然而看这有一粉色的，下面还有绿色的，刚好你看，绿色、黄色和粉色，这玩意这一般就是这种中丝的3种色型。这个粉色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在这种中丝它身上就比较常见它也是一种这个体型上的变异。
我最喜欢那个粉色的，像芭比一样。这是个绿色的，那后面呢是一个白纹蛱蝶在睡觉呢。蝴蝶啊，它都是晚上睡觉，所以晚上找蝴蝶比较好找。这个当地啊有大概60多种竹节虫，所以啊丛林里也到处都是它们。据说叫良乐，竹节虫到处都是。这是一种鸡刺蛛，我相信啊你在国内应该见过类似的。因为啊，它是属于圆蛛亚科的，这个圆蛛亚科我们国内也有。这一类的蜘蛛啊，它都长得很像，腹部很大，很圆润。他以为有一个虫子给它撞上了。这儿有个天牛，天牛我相信大家都见过，不过啊，这全世界的天牛种类是千万啊！别再说你老家很多了，你再说我要破防了。你看这儿又有2只象甲，长得不一样，这2只在交配啊！让我们看会儿虫片吧。这是2只蝗虫在交配，那这一类蝗虫啊，它都不长翅膀啊，跟口袋妖怪里的咕拉多差不多，都不会飞。这是当地最有名的红眼树蛙，红色的眼睛在夜间十分明显。雨季到来之前，红眼树蛙会大量的聚集在池塘附近，这里不但有着充足的食物，同时啊，在旱季也保证了足够的湿度。它们的聚集在此，也是为了接下来繁殖季节做准备。看，这是3只红眼树蛙。红眼树蛙是哥斯达黎加最明星的物种。哇，你看它这个眼睛在叫，对，对它叫，它眼睛就闭上了。啊，这哥斯达黎加，你来到哥斯达黎加，你不去啊，不见到红眼树蛙，你基本就等于白来了。现在因为是旱季，所以这些红眼树蛙它都不是很活跃啊，尤其是我光照着它的时候，它就把眼睛闭上，好像在睡觉一样，一直跳到我身上了。哇塞，满手的红眼树蛙！哇，我觉得这是每个养蛙的人的梦想。但是啊，红眼树蛙是保护动物，所以千万不要打它们的心思。不过哇，这满手能判几年啊？这个蜥蜴，哎呦活了，哎呦醒了。这是双脊安乐蜥，是一种啊当地十分常见的蜥蜴。这只安乐蜥在树上安静的睡觉，可以看出啊，它尾巴末端好像是骨折了。这个安乐蜥那么大，我都没见过这么大安乐蜥。一开始都没看出来是个安乐蜥。我比较快，哎呦，真的好大，这么大安乐蜥，真可爱。哎呀，这个尾巴还是断的哦。它不是断的，它是以前受过伤，结果就畸形了，真可怜。这有个双冠，放它一马，这太小了。这是南美的一种叶甲啊，这个黑黄配色十分的高级。你看啊，这有一大堆鹑，它们聚集在一起啊，感觉很像这个村里的情报交流中心。看这中丝那么大，这是这个黑脸的这个，哎呦，这个还不好捏它，拿捏，哎呦咬我！这玩意有意思了，这是个麻子脸中丝，你看它这个面相就不像好惹的，可凶了，它是吃肉的。它这个头部也特别大，身子呢相对于别的中丝看上去很短。你看它这个背上鼓鼓的，那个是它的翅牙，它鼓起来啊，就说明快蜕皮了啊，说明马上就要成体了。这是另一种中丝，也是会吃肉的。这个中丝叫犀角青牛中啊，这是一只刚羽化成体的，正在吃自己蜕下来的皮。你看它头上啊，这个像犀牛一样的角，看上去特别威风。这个中丝啊，在他们这个爬虫圈里也是比较有名的。你看，这是一只青牛中丝的弱虫，比较常见的青牛中丝。你看，这些个毛毛虫，它聚集在一起。很多昆虫啊，在很弱小的时候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它们就聚集在一起啊，看上去像一个物种啊，体型看上去也比原来大很多。这应该是一条短吻慢蛇。这个蛇的毒性很弱啊，有毒的，但是毒性不强
而且啊，它是后沟牙毒蛇，也就是说啊，它的毒牙是在口腔靠后的位置，你就算被咬了也没事儿，不会中毒。但是这条就不一样了，这是一条3色毛头蝮，它可以在5个小时之内置我于死地，而最近的医院啊，那至少是7个小时以外了。所以啊，如果被咬了之后，我是没有任何退路的。而这样的毛头蝮在哥斯达黎加遍地可见。发现了还好，没发现咬一口人就没了。这个一口，我估计我就交代在这了，至少得断一个脚或者断个手。所以即使在我们很了解蛇的习性的时候碰到蛇也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在它的这个攻击范围之外。这呢是一条截角棕榈蝮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截角棕榈蝮好像是3个物种放在一起。据说啊是中美洲地区的杀人王但是我查一下资料，我觉得这蛇的毒性啊应该不是那么强根据这个 LD50这个数值啊，这个截角棕榈蝮的数值在2到 9.2 毫克，要对比珊瑚蛇是 0.23 到 0.3 毫克，这个数值越低代表越危险。看来啊这蛇的毒性应该是没那么强的但是无论这个毒性如何，我们还要考虑这个蛇的摄毒量的，对吧？而且如果你不是对蛇习性了解的话，千万不要做我这个动作，太危险了。千万不要作死，千万不要作死去弄它。蛇虽然毒性没那么强，但是这一口也是很要命的。这是个螳螂。你看这个螳螂是不是长得很像竹节虫啊，细细的？它的拉丁文叫 Angela， 所以我们很多人会叫它天使螳，这个名字还挺有诗意的。我刚才帮我的小兄弟实现了他人生中的一大梦想，同时又实现了我9年来心心念念的又一个梦想。9年前我找到了叶背螳螂，那一年我写的文章影响到了一位小朋友，如今这个小朋友已经长大了，他跟着我一起来到了哥斯达黎加，我将带他实现他的愿望。 OK， 不卖关子了，来让你们看看我每天都在思念的一种螳螂，不管过去多少次，不管发生多少次不管遇到它多少次，我靠，我人生的白月光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人生的白月光，这就是我人生的白月光！我靠，这么完美的成体！哇 ，Look at that！ 哦，我的天哪，这个就是哥斯达黎加世界上最大的菱形叶背螳。哇，就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一种螳螂比这个螳螂更吸引人了。我操 ，I'm gonna cry！ 叶背螳螂是我最喜欢的螳螂，从我9岁开始我就迷恋上它了，直到当时25岁的我，终于在哥斯达黎加找到了我儿时的梦想，而现在我将重温这个梦想。叶背螳螂是一种只生活在美洲热带雨林里面的大型螳螂，它和别的螳螂不一样，它喜欢站在叶子的正面，而且它的前胸背板非常非常的宽大，看上去真的就像一片叶子一样。看它的翅膀，它翅膀上还有非常清晰的花纹，就像模仿叶子的叶脉一般。在中美洲的第一天就好像突然回到梦里一样，看着手上发光的扣甲，这个是9年前故事的结局。当年的最后一天，我也找到了一只发光的扣甲，好像也是9年后故事的开篇呀。这是光扣。